Hello，大家好，我是艾令00，欢迎收看我的 YouTube 频道。我看我上一个 YouTube 频道的人应该会知道，其实我上个月终于有回台湾，就回我的家一趟。然后我在上个月就是3月底的时候就回来到英国，就是想要跟大家快速的就分享一下，就我在这一个月的近况。其实我上个月回到英国，然后隔天上班，其实是我居然接到了，就是我目前在的公司，就是零售业大公司，有试出一个就是内调部门的机会，是公司蛮重视的商品部。结论就是我非常幸运的，居然内转部门面试成功了，所以获得录取通知。那我是进入的唯一一个真的是亚洲人，所以我自己觉得既开心又有期待的，可是真的很想跟大家分享。我发现我之前讲过的都是一些就是关于求职的心路历程心态，那我这一次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到底要如何在英国面试？发现这是还蛮多人都碰到的一个大状况，就是求职丢履历谁都会，就是以量取胜，然后就可以增加面试机会。只是呢，要如何在面试中脱颖而出？其实我后来发现，我投了那么多就几百封履历，拿到面试的机会真的是十只手指头就是数得出来，就是不多。可是我只要有面试的工作，基本上十之八九我都拿到 offer。借由我的经验分享，也想给大家参考看看。那另外一个就是近况分享，就是其实我目前就是除了在英国上班之外，我还有另一个身份，就是斜杠创业了。所以近期就是就英国开公司这些事情的手续都已经完成了。在接下来可能不知道大家会想要听到的是英国求职，或是你们也想要知道到底英国 small business 的 vlog 是一个怎么样的一回事，那我觉得应该都可以在我这边听得到，因为我就是两个身份都有。那我们马上就进到我们这次的主题了，英国求职面试。如果真的有收到通知面试，我觉得你真的要非常把握这个机会，因为真的是大家就是跟我朋友就留下来在这边找工作，朋友都知道，就是通常大家都是投了几百封履历，那你只拿到了就是个位数的面试机会。那我觉得拿到面试机会，其实就代表你的履历跟推荐信是完全已经过关了，所以再怎么样，接下来就是看你自己的操作了。那我自己会把就是收到就是这个面试通知，如果它就是很明确的这个日期跟时间点要面试的话，在这一天面试不包含通勤时间的前3个小时，我把它列为就是我的黄金准备面试时间。这时候就是这黄金这3小时前，就是你就是要打开你的电脑，然后把你的履历再拿出来，再大概快速的就是读一次，就是大概知道你寄了什么样的履历跟什么样的 cover letter 给这家公司，然后又要再开启非常实用的 AI Perplexity ChatGPT，所以你就把你的 CV 再上传到 AI Perplexity 上面，然后我有申请了一个职位在这家公司，然后我现在要去面试了，那可不可以？然后你再把这个公司的网站连接，就是一个 HTTP 开头，复制到这一段文字下，然后再把 job description 再复制贴上一次到那边，然后就说根据这个公司的网站还有职缺的消息内容，列出所有跟这个职位相关可能会被问到的问题，以及针对我 CV 上工作经验的回答。然后其实这个真的是蛮快速，因为它基本上就是会列点跟你讲，比方说这个问题什么，然后回答，而且这个回答是针对你就是工作经验上的回答，所以而不是说大家都一样的一个知识的。所以这样子准备的话，你就可以大概看一下，你就可以看每个问题，然后也想一下哦，如果这个问题问到的话，你会用哪一段的工作经验去回答面试官的问题？当你这个就是知识答案已经就是大概有浏览过，也知道怎么回答。很重要就是去这个公司，不管是他如果他有 LinkedIn 网站的话很好，就去他的 LinkedIn 网站 LinkedIn 上面看他有发什么近期的贴文。那如果这个近期的贴文你要记得去读最近期的3篇，就了解这个公司它大概有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所以如果在待会面试的时候，你是有机会就是去提到这些近期资讯，让公司就会知道说，哦，原来你是有发入他们的，就你对这家公司是有些了解的。所以对这个公司的掌握度其实真的
是蛮重要的。再来，我的最后一个步骤就是呢，我会模拟我到等一下就是去面试的过程中，我要开启什么样的档案以及作品集给这个面试官看到。那所谓的作品集，其实我觉得很多人会以为说只有那种什么设计部门啊，或是艺术相关的部门才会需要作品集这回事。那我其实自己是觉得，各行各业其实都应该要有你所谓的作品集。那我说作品集它有很多方式，像我自己在面试的过程中，我一定都会是带着我的平板来的。我的平板它就是会这样子，就有点像就立在桌上，然后我在一边面试的过程，我就会开启一些我就需要给面试官看好档案，然后跟他说明。那以我自己来说，我会开启我的 CV， 再来是因为我自己是有用 Medium 写一些就是比较偏零售，就是品牌商业文章的习惯，所以我的 Medium 文章我也会 Medium 网站我也会开启好到就是 Google， 再来是我也会把我 LinkedIn 有发过的一些讯息也开启好。就是面试开始了，那其实面试我觉得真的考验的很多，真的就是自己的应变能力，所以才说前面准备的时间其实还蛮重要的，因为你真的要能活用。好，那面试开始，其实我觉得基本上每一个面试最前面的大头条，也就是请你介绍你自己。我会用一个比较轻松，就是以讲故事的方式来跟他介绍。我就开始，这时候我其实就已经拿出了平板，然后我就把我的 CV 那一页就开好，然后我就会很快的把我自己的个性特征以及会的能力，就是弄就是很一连串的，就是带过去，然后再讲到就是我过去有做了什么，我觉得比较有成就的事情。那这个成就可以是比方说你在学校的一个专案的经验，或是如果你已经有就是工作的经验的话，那当然说工作经验的一些大概就是不用等到对方问你的这个工作在干嘛，在自我介绍的时候，其实就是要点到了一些重要的，然后亮点都点出来，然后再来弄结尾的话，就是讲说，因为了在结尾的时候再把它就是你过去的这些不管是能力、经验以及你的个人性特征，在归总在为什么就是我会应征这一个公司这个职缺。然后甚至你还可以直接就是提到你对这个公司的一些了解，比方说你看到最近的那个，就我刚刚说在看到的公司动态消息就是练出来，然后就说也是因为这些，所以我很喜欢这个公司的价值观理念，然后也希望我的经验可以让这个公司成长。那这个就是我的自我介绍，那谢谢你们的聆听，这样子，然后这时候其实公司就是面试官很快就会开始就问你来来回回的问题。这里就是刚刚前面是你主动出击，就是你主动的自我介绍，所以你一定要主动的把自己的亮点自己先提出来。那面试官他们如果有记忆点的话，他会先从你提到的一些就是亮点，他会先针对那些亮点，就他有好奇的，他一定会先针对那些去提问问题。然后最后就是提完他刚刚对你自我介绍有印象的几个亮点，然后才会再看一下你的履历，然后问说，这个就跟比方说工作，你现在投的这个工作职缺有什么关联？那针对这个一来一往的面试问题的话，其实英国还蛮重视一套逻辑的，那个叫做 STAR 架构 ，STAR，也就是 S 代表的是 situation， 他问完这个面试问题后，你就是先想到可以有针对他回答的某一段，比方说，每一段陈述的事件就 situation 这件事情这样。然后 T task， 你在这个事件中被交代到要做的任务或是要完成的项目是什么？然后再一个 action 执行。那你收到了这一个就是收到这一个就是公司交给你的或是专案交给你的任务之后，你是怎么样去执行？怎么样去完成这个专案的？那再来是 R result。那这个专案执行出来的结果你的结果是什么？STAR 是一个非常就是我觉得是清楚明了，就是针对了这一整个事情，你有很完整的就是陈述事实。那再来呢，就是到了就是面试准备要结束，其实面试官通常都会问说，那你有什么问题还需要问我们的话吗？那如果我会觉得通常问了这个是尽量要生出一个问题，可是这个问题不要太鸟，不要太瞎。那我自己比较喜欢问的问题都是针对这个公司它的前景性，或是我进去之后公司对于我的就是工作的目标期待这一种问题做出发问。再来还有一个我觉得是大家还蛮就是
其实很多人都会反映说，面试完就是完全不知道就是什么时候会收到结果，然后也有点像这个回复的通知就石沉大海，也不知道到底是拒绝还是 OK。那所以如果我会觉得，如果这个公司在你面试过程都觉得还 OK 还不错，没有太差的话，你觉得是至少有一丝丝机会的，那不妨你最后再问一下这个面试官，因为面对面至少还比较好沟通，不然回去之后又是一个就是email的往来。你就说我想最后其实我也想要了解一下，如果公司觉得就是我是合适的人选的话，一般我大概多久可以收到就是公司的回复消息呢？一般，然后他们可能通常但他们是会回答，我觉得1到2周，只是在看情况。所以至少你听到这个，你也比较有保险的。提高面试录取的真正秘诀，我觉得有一点更的超级重要就是如果你的表现是不温不火，没有什么地方可以让人家记住或印象深刻的话，那基本上你很难被录取。其实这个是有点伤人的话，就是其实面试中不会是要求你一定要每一题都答得非常的完美，就是完全不能说错话，然后就是真的每一题都说唱自如，就是他一丢完问题你马上都可以回答。我觉得这真的是不太可能，因为我自己面试是如果他丢完一个问题，我没有马上想到什么案例的话，我是会停下来说，Oh, it's a good question. Let me think. A great experience that I could be able to express it. 所以我会让面试者我想一下，那他们通常都会就说 Yeah, it's fine。面试不是说要你就是不能出错，而是你的回答要让就是面试官真正的能评估你到底是不是合适的人选，不管是你的能力，甚至是你的特质。他们都想要真的了解你。如果他们最后面试完，你还是不清楚，就是不确定你是 OK 你会还是不会，还是你讲的很模棱两可。我会一些些，只是我学习力很强。那他们会就是反而会觉得那应该就直接把你放掉了。如果你没有任何的记忆点，所以我为什么说我觉得作品集蛮重要？因为其实大部分的人去面试，其实你会发现就是什么都没有准备，就是靠一张嘴说的，其实真的还蛮多的。除非你讲话真的是非常的口条很好，我觉得不只是口条好，除非你是个非常幽默的人物梗，那我觉得靠嘴巴讲或许可以让他们就是生动的，就是能在头脑描绘出你所讲画面。可如果不是的话，那你一定要有任何工作辅助你。所以如果你的技能是比较偏向是分析呀、analytics 这种的话，如果你是就是已经有做过的，比方说 Excel 这种专案分析的专案，或是 coding 这一种就是 project 专案，那就是把它带来呀，就是带来秀给这个面试官看。然后如果你应的工作是比较偏知识类，那你就会有写文章的习惯，或是把它收纳在一个地方是可以跟人家讲的这个习惯。那其实我会说写文章，其实你秀出来的东西也不用多，就是有5个，我觉得就还蛮好了，因为他们也不会真的把你做出来的那么多东西全部就是在面试的过程就一个一个看，他们都是听你讲重点，然后他们觉得眼睛有一亮的话，才会再认真看一下，不然就是还是继续听你讲。那再来第二个就是你的态度了，就我觉得面试的钱真的要睡饱，因为我觉得面试过程真的还蛮重要，就他们一个公司他要在30分钟就真的了解你这个人，所以你一定要表现出自己就是有活力，而不是死气沉沉，就是你的自信跟热情尽量能展现。然后再来就是你一定要真的一定要会包装自己，不要想说你这个经验就弱弱的，没有什么经验是弱的，你就是要你就是要说出你的强项，甚至你的弱点可以如何调整，这都是 OK 的。然后说完之后，你一定要让这个公司觉得你的特征或是你的能力是有吻合的，而不是你不能只是说我不会，但是我很乐意学习。这样子的回答只能用在某几题，你不能就是完全的表现说，其实我就是我不会，可是我很会，我很愿意学，我很努力学。公司不是就是花钱来教你东西，你还是要有帮助，他们才会愿意给你时间学习你不会的。最后一个，我觉得就是你对公司还有职缺的了解程度，这真的也非常的重要。
如果你让他们觉得反正你就是什么都投，然后看有没有碰面去，就是刚好面试到一个，那其实你的特别程度就已经少了一些。可是如果你对这个公司又有了解，然后也能说出一些就是彼此都觉得共鸣的话，那公司对你的印象一定会加分。那最后我要说的是，我是觉得就是找工作就是一个长期心理战，然后你的气要稳住，不然你会觉得压力很大。然后甚至在面试的过程中，你不要觉得你这个问题一说错话，你就已经觉得自己没机会，所以后面的所有问题就开始乱答，或是表现的死气沉沉，因为觉得你已经说错，或是举出一个不好的例子，是影响到你后面结果。我会觉得面试就是你把每一个问题都切开来看，这个问题你可能说的没有很好，可是不代表就是你已经被否定了。是祝福大家都能求职上岸，因为英国，我知道英国就是真的大家都还蛮，以外来学生真的都还蛮辛苦，相信自己，只是时间的问题，可是一定能找到工作上岸的，加油！好，那我们下次见，拜拜。